当我们使用 ITIN 申请信用卡，并且出了2到3期账单之后，我们就可以查看我们的信用分了。为什么要查信用分？有些朋友可能会认为说，信用分查不查都无所谓，反正自己每次都有按时还信用卡。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查信用分最大的作用就是查看我们的税号有没有被别人盗用。在美国，税号盗用的事情时有发生。我们在信用报告上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我们有多少张信用卡，有什么银行账户，有什么贷款。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税号有没有被别人盗用。一旦发现异常，我们就可以及时联系银行进行处理。这是第一点。第二，通过了解我们的信用分来判断我们是否可以申请下一张更高阶一些的信用卡。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信用分就直接申请高阶的信用卡，你就有可能会被拒，信用记录还有可能留下 hard pull， 也就是硬查询。美国的信用卡是全世界福利最多的，虽然我只玩了几个月的美国信用卡，都是一些入门卡，但是我已经实现了人生第一次用信用卡奖励免费换机票和2晚的免费希尔顿住宿。像是 Capital One， 它就把申请信用卡时对应所需的信用等级直接展示出来，所以想要申请更高阶的信用卡，就要知道自己的信用分是多少。美国的信用分可以在美国的3大信用局查询，也就是 Equifax、Experian 以及 TransUnion。但是目前只有 Equifax 是支援 ITIN 查询信用分的，其他2家信用局暂时不支援除了 SSN 以外的税号来查询信用分。影片接下来的部分就来分享注册 Equifax 的过程，以及 Equifax 信用报告的解读。首先我们在 Google 搜寻 Equifax， 一般第一个搜寻结果就是 Equifax 的官方网站，或者直接在搜寻栏直接输入 Equifax.com， 也可以直接来到官方网站。如果你发现网页显示403 Forbidden， 说明你目前使用的 IP 不行，需要换一个 IP。 注册账号的入口需要点击 Login 旁边的箭头，然后弹窗里面就会显示 Don't have an account， 目前没有账号吗？然后下面就可以 Choose my plan， 选择我们的账号类型。 Equifax 提供了几种账号类型，我们一般选择最基础的免费类型就已经够用了。收费类型的账号的话， Equifax 会另外提供信用分实时监控、信用分异常警示等一些服务。我们选择免费账号，然后点击 Get Started。 OK， 我们正式进入注册账号的页面，姓名、生日这些我就不说了。税号这里已经明确提示了，无论 SSN 还是 ITIN 都是可以来注册账号的。电话号码这里需要填入我们美国的电话号码，稍后 Equifax 会发送验证码到我们的手机号码上面。 Current address 这里必须填入我们 ITIN 确认信上面的美国地址。这些信息输入之后就点击下一步。由于我已经创建过账号了，系统提示我无法再次进入创建账号的页面，所以我在网络上找了一些图片来讲解。首先，我们需要提供一个电子邮箱来作为 Equifax 的登录账号，提供你自己最常用的电邮就可以了。然后设置密码，这里 Equifax 的要求有点刁钻，我们的密码长度必须在8到20位，必须包含大写和小写的字母，必须包含一个数字，必须用上一个特殊符号。设置密码这一步，大家到时候再慢慢想吧。账号和密码都设置好之后， Equifax 就会发送一个验证码到你的电邮。验证了电邮之后，接下来就是验证手机号码，接下来就是问答环节。 Equifax 会问我们好几个问题来确认我们是不是本人在注册账号，我需要花一点时间讲解一下这个环节。 Equifax 把这个环节叫做 Fraud IQ Authenticate Questions， 中文大概叫做欺诈 IQ 测试题。它的网站上有文档的介绍，想具体研究的朋友可以下载来看。在这个环节， Equifax 会问一些很有迷惑性的问题来确保我们是使用自己的税号来申请 Equifax 的账号。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身份验证的问题非常容易回答。问题大概有以下的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问你过往是否有申请过贷款，并且贷款金额是多少。比如系统会说，你的信用报告显示你在2023年9月的时候申请过一笔汽车贷款，请问批贷款的机构是什么？然后给你几个选项，一般前4个选项都是贷款机构或者银行的名字，第5个选项就是我没有申请过这个贷款。接下来他会问你的贷款金额是多少，前4个选项都是贷款的金额，第5个选项就是我没有申请过这个贷款。第二种类型，你最近新开了一张信用卡，具体的开卡时间是在哪年哪月。比如他会说，你的信用报告显示你最近新开了一张美国运通的信用卡，具体是在哪年哪月。前4个选项是具体的时间，第5个选项是我没有申请过这个信用卡。第三种类型，你最近的一笔信用卡还款是多少？问题大概就是这些，我就不举例子了。这些问题必须全部回答正确之后才能进入下一步。如果有人盗用你的税号来注册 Equifax， 他大概率无法全部答对，所以这样就确保了我们只有自己才能成功注册 Equifax 的账号。当我们看到 Thank you for your order 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成功注册账号了，可以开始使用这个账号来登录了。我的注册过程非常顺利，前前后后只大概花了3分钟。但是据我的了解，有些朋友可能还会遇到需要打电话过去再次确认身份，有的还要再次上传自己的 ITIN 确认信。大家也不用慌，按照他们的要求做就可以了。我们登入系统之后，首先看到的是我们的信用分，我目前的信用分是701分，等级为 Good。右下方的 Total Lines of Credit 是你目前有多少家银行的信用卡，比如我目前有3张信用卡， Capital One 2张
美国运通1张，所以 total lines of credit 是2。Credit utilization 是你的信用额度利用率，也就是一个账单周期里面你的信用卡消费总额与信用卡总额度的占比。如果你想快速提升自己的信用分，那么 credit utilization 最好控制在 10% 以下，信用额度利用率越低越好。如果你的信用额度利用率太高，比如说超过 50%， 银行就会觉得你的用卡行为非常危险，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提前还款，把信用额度利用率降下来。具体的操作可以参考我往期的影片，如何快速提升信用分那一期。我们点击左边栏的 credit report， 再点击 summary，就可以看到我们总体的信用情况。 Average account age 也就是我们信用卡的平均年龄，越长越好。如果你注销了信用卡，平均年龄就会下跌。 Length of credit history 信用记录历史的长短，是指你的第一张信用卡开卡那一天到你查信用报告的这一天的时长。如果你注销了你的第一张信用卡，则信用记录历史会从你的第二张信用卡开始算。注销你的第一张信用卡，你的信用记录也会缩短，你的信用分也会下跌。 Oldest account 你的第一张信用卡。 Most recent account 你最近的一张信用卡。 Alert contacts 以及 negative information 需要我们特别留意，就是我们收到金融机构的紧急联系或者是负面信息的次数。接下来的 credit account 是你的信用账号的情况，有以下的几类。 Revolving 是循环流动类型，也就是信用卡。 Mortgage 贷款。Installment 分期付款。我的 Open Account 是2，说明我有2个活跃的信用卡账户。我的 Account with a Balance 是1，说明有一个信用卡账户在银行向信用局递交报告的时候，信用卡还没有还清账单。这里不是指逾期未还款，所以大家不用慌。我们在 Payment Due Date 之前还清信用卡都是属于按时还款，没有利息的。Balance 就是银行向信用局递交信用报告的时候，所有信用卡的总欠款。Available Balance 就是银行向信用局递交我们的信用报告的时候，所有信用卡可用的总额度还剩下多少。 Credit Limit 就是你的所有信用卡的总额度。 Monthly Payment Amount 是指每个月必须还款的最低金额是多少。我们点击 Revolving Account 就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信用卡使用情况。比如我现在有 American Express 以及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 Reported Balance 就是我们在 Payment Due Date 之前还没有还清的金额。 Credit Utilization刚刚说过了。 Late Payment 也就是逾期未还款的次数。 Age of Account 刚刚也说过了。我们再点击 Inquiries 就可以看到哪些机构或者是银行曾向信用局申请并查阅过我们的信用报告。 Inquiry 分为2类，一类是 Hard Inquiry 也叫做 Hard Pull， 另一类是 Soft Inquiry 也叫做 Soft Pull。那么 Hard Inquiry 跟 Soft Inquiry 有什么区别呢？当你申请某些信贷产品，比如说是信用卡贷款的时候，借贷的机构会请求信用局查看你的完整的信用报告，来评估你的信用风险。这种请求就会被记录为 Hard Inquiry。Hard Inquiry 会短期内对你的信用分产生轻微的负面影响，通常你的信用分会减少5分左右。Hard Inquiry 会在信用报告中保留2年，但对信用分的影响通常只会持续12个月。Hard Inquiry 都是需要你的授权才能进行的。如果在短时间内有多次的 Hard Inquiry， 比如说是你对比多个贷款机构的报价，这样就有可能会被视为风险的增加。申请信用卡也是同样的道理。而 Soft Inquiry 是指信用信息的检查，它不会涉及你完整的信用报告，也不会用于贷款审批等风险评估。这种查询不会影响你的信用分，自行查看自己的信用报告也会留下 Soft Inquiry。信用卡机构或者是贷款机构的预审，例如是预先批准的信用卡邀请，也会留下 Soft Inquiry。现有的信用卡机构会定期检查你的信用状况，这样也会留下 Soft Inquiry。比如 Capital One 就多次对我进行定期的信用检查。Soft Inquiry 对信用分完全没有影响，而且通常无需你的授权。我发现美国运通批卡的时候是不会留下 Hard Inquiry 的，即使申卡被拒，对信用分也毫无影响。Capital One 也提供了 Pre-Approval 的申请渠道，通过 Pre-Approval 申请卡片只会留下 Soft Inquiry， 无论结果是否批卡都不会影响信用分。当你的 Pre-Approval 通过之后，我们正式去申请信用卡，这个时候才会留下 Hard Inquiry。 Pre-Approval 通过之后，正式申请信用卡也大概率会通过。所以经过我的实测， Capital One 和美国运通是对信用分非常友好的银行。那么什么银行对信用分不友好呢？比如 Wells Fargo 就对信用分不友好。富国银行并没有美国运通那种 Apply with Confidence 的申卡渠道，也没有 Capital One 那种 Pre-Approval 的申卡渠道。一旦申请富国银行的信用卡，无论是否通过，都会直接留下 Hard Inquiry， 伤害你的信用分。OK， 经过我的讲解，我相信你对注册 Equifax 的账号以及信用报告的构成已经初步了解了，这样就够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现在你可以去注册 Equifax 的账号查看自己的信用分了。如果你觉得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期见。